Halo 大奖。那去年呢，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 Halo 的智能手表啊，这个手表呢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的便宜啊。那当时呢，这个大家的这个反响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又拿来了他们新开发的这个第2代Halo Solar 手表，我们看它到底搜没搜 ？OK， 那么终于又到了令人心情愉快的这个开箱的时间了。我们准备好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道具，然后呢，把它从这个侧面咔咔咔咔咔这么一开。好，这次是全屏的这种圆形的表盘啊，这个非常的吸引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正面的话呢就是这样的，然后侧面的话呢同样是写着这个Halo， 然后它的背面的话呢，这边有它的6个主要的功能，什么金属机身，12种运动模式，但是不包括这种多人运动啊。然后呢，科学睡眠管理啊，什么全天心率监测30天持久待机TFT 高清触摸屏啊，它这个特的这个高清的屏幕非常令人期待。然后下面呢，我们从它的底面把它给打开。现在这个拿在手上呢非常的轻，然后它的整体的包装纸呢非常的低廉，但是考虑到它的这个价格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可以令人理解的。 OK， 我靠，它的内容物呢非常的简单，一个本体，一个数据线。数据线的话呢，同样是这个可以磁力吸附的这个充电线。我们往这个表盘的后边往上这么咔这么一吸，哎，大家看到了吗？就可以这样进行充电了。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本体了，一摸上去呢，它的这个质感比那个上一代好了将近那个8900倍。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这个表盘的这个膜把它的膜给撕掉。这个圆形的表盘这种全面屏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因为采用了这种全面屏的这种设计，整个表盘的面积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查看的内容呢也会更加的多啊，这个非常的不错。而且它全身呢确实都采用了这种金属的材质。然后它的背面呢也是同样的采用了这种金属的材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表盘，这个表盘的玻璃呢也是采用了这种更加先进更加高档的这种玻璃的材质。而相比之下，这个1代的这个玻璃呢就显得有点 low， 它的这个质感呢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整个表盘的这个透亮程度呢确实有非常大的提升。所以对于它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很大很圆，看起来呢非常的养眼，而实际摸起来呢也确实非常的爽。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支持这个抬手唤醒屏幕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整体的反应速度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OK， 那么我刚才呢也简单体验了一下这个表，虽然它的反应速度呢没有这个虽然没有达到这个 Apple Watch 的这种快的这种感受但是比1代呢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反应速度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令人满意的。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它整体的界面。这个呢是它的表盘，然后呢我们向左滑向右滑呢就可以快速切换我们的应用。那这个呢是天气现在呢显示为25度。那这个 iPhone 上的天气呢目前是显示为26度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它的最低和最高温度呢是一样的。另外这个天气呢只能查看最近3天的天气，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够用的这个是它默认的表盘，这个最上面呢是这个它这个总是熄屏，非常的烦人。它这个最上面呢是天气，然后呢有日期时间，然后有我们的心率，有我们的步数，还有这个是什么？然后这个呢是我所这个行走的公里数然后我们向下滑呢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控制中心，这边有亮度的调节。那这个整体的亮度呢比上一代也是有很大的提高。那点击这个呢可以进入设置，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表盘。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把它的这个 face 给设一下。这个是默认的，然后呢这边还有这个还有这种的效果。那单从这个表盘的设计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表盘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非常有这种 sport 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整体的可查看信息的话呢，还是这个默认的表盘是最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它这个表盘呢还是设定为这个默认的这个表盘。 OK， 然后从屏幕的下端我们向上滑的话呢，可以打开更多的设置。这边有现在的状态。那因为我现在购买的是这个国际版，所以它所有的语言呢都是用这个英文来显示。然后下面这个 BPM 呢是我们的心率，我们点开来看一下它现在呢是显示77。那关于这个心率呢，我们可以
在这个软件里面有一个这个心率设置，在这里呢会显示设备在24小时内间断性的自动检测心率。那这个说明呢就说明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大致的意思是说呢他想弄的时候才可以弄，我们想看一下的时候呢还不能随便看所以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实时监测的功能，目前不太清楚是不是带上去它就可以自动进行心率的监测这一部分的话呢我可能还需要再体验一下。另外像这个来电提醒APP 提醒久坐、智能闹钟、抬手亮屏这些功能呢都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单独的进行设置。好，到下边的话呢有什么 Sport，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散步还有这个快走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些运动项目，然后呢让它来监测这个运动的状况。然后下边的话呢有这个天气这个跟刚才的显示效果是一样的。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监测这个功能呢，我稍后带着它好好睡一觉，看一下整体的监测效果和电量消耗状况到底怎么样。然后呢这边有那个 Notice 现在是没有信息的。这边有一个 Music Setting， 我们在这个软件里面使用这个无版权的音乐呢试一下。可以看到它是可以进行正常的操作的，而且在进行播放暂停的操作的时候呢，这个手表还会进行这个震动的反馈这个非常的不错。另外下边的话有一些这个 More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Stopwatch，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冠按钮说到这个表冠的话呢，这个表冠的按钮这个按键的手感呢也有大幅度的提高，相对于第一代来讲我们可以按下这个表冠呢进行这个 Stopwatch Start 和 Stop， 然后 Stop。如果我们想从一个软件退出的话呢，向左滑就可以。然后下面呢有一个这个 Countdown 我们可以进行快速的这个闹钟设置，1分钟。Find Phone， 我们可以寻找我们的手机，但是呢，这里面好像是有一个 bug。我们点击这个 Find Phone 之后呢，这边只会弹出一个提醒，然后告诉我这个 iPhone 找到了，但是这个手机上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声音提醒。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升级到 iOS 14之后呢出现的这种不兼容的状况然后这边呢有这个 Breath Training 呼吸训练1分钟、2分钟。那这个呼吸的界面呢，跟这个 Apple Watch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然后这下面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设置，我们点击 Setting， 然后呢这边有这个Watch Face 表盘的设置亮度，然后呢这里还有这个 Power Off， 我们可以将这个手表呢进行关机的操作。那我现在使用下来之后呢，它整体的操作的这个速度，还有它这个触屏的反应速度都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稍后呢我再做一下这个睡眠的监测，然后明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整体的使用感受。1000 years later， OK， 那么为了测试这个睡眠监测功能呢，我昨天是带着这2块表一起睡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睡眠监测的数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我看到呢，我把它摘下那现在它监测的数据呢，我一共睡了7小时19分钟，然后它的这个 Light Sleep 轻睡眠是3小时51分，深度睡眠是3小时21分钟。而这个 Apple Watch 它监测数据呢，是我昨天晚上一共睡了6小时46分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那个整体的数据差距呢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在这个软件 APP 里面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些更加详细的数据。我们打开这个 Hello Fit， 那在这个软件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具体的数据。然后呢它还会有一定的建议，说我这个入睡的时间呢有一点晚。然后点击这个日历的图表，我们可以查看每天的这个睡眠的数据。那根据我去年测试这个 Hello 1代手表的状况来看呢，它整体的数据准确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跟这个 Apple Watch 是非常接近的。因为这个数据监测呢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技术，所以各个厂商的这个数据差距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整体的使用感受。首先戴在表上戴在这个手上戴在手腕上呢，完全感觉不到那种一点点的廉价的感觉这不是广告如果是广告视频的话呢，我会在视频里面声明或者是做出一点提示。所以说如果他家1代的这个手表主打是这种超低的价格超高性价比的话呢，这次2代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体虽然它涨了那么一点点的价格，那确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做出这样的一款非常有高档货的这种感觉的手表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呢，在这里想给这家公司送上一个非常真挚的一个掌声那如果你们出了3代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我我的这个邮箱地址是呢超低价广告服务尽在大耳朵 TV@gmail.com。那它圆润的机身、又大又圆的这个
的屏幕优秀的做工和手感，然后呢还涵盖了智能手表非常基本的这个传呼机提醒功能，还有一些非常基本的运动健康监测功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超强的续航这个开箱的时候呢，大概晚上10点的时候呢，它的电量是大概在78%。那么现在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这个睡眠的监测，那现在它的电量呢是剩了73%，用了5%的电，它坚持了12个小时。那这个续航呢，真的可以说非常的神奇。那这是我总结的它的5个优点，当然呢，它还是有缺点的。首先呢，它是没有这个屏幕点亮的功能，每次都要按下这个按钮才可以把这个屏幕点亮那对于我这种用惯了 Apple Watch 的人来说呢，多少有一点不适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表带它的整体的质感还有它的做工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整体还是非常廉价的感觉。但是还好在网上呢有非常多的第三方又便宜，看起来呢非常不错的那些表带，大家呢可以自行选择一下。那总体的评价呢，我依然会保持去年我评测Halo 手表1代时候的那个观点。如果想入门智能手表的话呢，这个 Halo Solar 手表今年依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跟大家这个视频交流。